Hello， 大家好，我是金。那今天的影片想和大家来聊一则再一次打脸中共的一个事件，那就是在1月6日的时候呢，这个日本的参议院议员石平是抵达台湾进行访问。那石平先生呢，抵达台湾之后，就即刻的接受了台湾的媒体和日本媒体的采访。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允许我入中国的国境。那么我今天能够顺利的进入台湾的国境，充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中华民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台湾绝对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的中国没有1毛钱的关系。以上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片段呢，那就是石平先生抵达台湾之后所发表的言论。我是非常赞同他以上这一段言论啊。那为什么说石平先生此次抵台对中共方来说是一个回旋镖，是一个打脸的行为呢？因为就在几个月之前，这个中共方刚刚这个明目张胆的制裁了石平先生，当时那个制裁的通知啊还历历在目，说了永久禁止这个石平进入到中国境内，还要冻结他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的财产啊，就一切的财物。然后当时呢，石平也出面硬刚了，说这个我也不会去中共国，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日本国民，我在你们中共国也没有财产啊。那为什么说又打脸中共了呢？那是因为中共在国际上到处各种场所反复的如同小丑跳梁一样，对台湾宣示主权，说这个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石平先生呢，这一次用他的实际行动，再一次的向全世界证明了台湾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和中共国是没有关系的。那如果说中共要去强行碰瓷台湾，说我才不管你同不同意呢，我就要硬上你，我就说你是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拳头比你大。那这样的话，那中共就是在自我打脸。因为假如说就按中共这个荒谬的逻辑，台湾是中共国的，那为什么被中共国高调制裁的日本政治人物能顺利的抵达台湾，不是被你们高调给禁止入境、高调封杀了吗？那所以说呢，此次石平先生是用他的实际行动就啪啪打脸中共。那一说到石平呢，他在参选这个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之前呢，我对他其实是一无所知的，是在近几个月他才突然让我认识到他，我对他是非常的欣赏。那这里我顺便插一句，石平先生他在变成一个日本公民之前呢，其实是四川成都人，他的祖籍是四川成都，也是我们川人啊。那我在海外这10几年看来呢，我觉得就是大部分我在海外遇到的川人和这个3河4省的这些人还是有巨大的区别的。总体上来说，就是川人的奴性真的是不重的，那可能和川人信奉道家文化有巨大的关系啊。那一般的川人呢，他在离开中共国那个大粪坑之后呢，大部分人然后就醒悟的非常的彻底啊，就是奴性是没有那么重的啊。那所以说呢，我真的为石平先生感到骄傲。那也因为他是一个川人啊，是我的老乡啊，我觉得他非常之棒。那此次石平访台呢，他对于记者所发表的言论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啊，就和现在的日本的执政党是步伐高度一致的。我们都知道，如今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是极力支持台湾的，他也因为发表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论，被中共连续抨击了2、3个月，到现在为止，中共的广大分区和中共国还在持续的抨击他啊。那这一次呢，在这样的焦灼的情况之下，这个维新会的参议院
议员石平先生又高调访台，不单单是发表了影片开头的那一段言论，下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更加是劲爆的火力全开。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跟哪个行业它都要指明方向，那跟那个农业要指明方向，跟经济要指明方向，甚至要跟联合国指明方向。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联合国谁要你这个他妈蠢猪指明方向？他妈这基本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然后就那么一个那个小学生的水平，还居然发明创造了一系列的思想，是吧？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什么什么事？你他妈有什么思想啊？你头蠢猪，你还居然敢谈思想？我当时看到他以上这段言论的时候，我真的是拍手称快，说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直言不讳啊！我真的想不到，如今的日本的政府是如此的硬气，面对中共的领导人，面对中共是不吭不卑的啊，就是大胆直言的啊，直接去怼这个中共的小学博士啊，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在理。那小学博士呢，他如今一系列的行径呢，就恰恰和中共广大的粉区以及这些跑到海外的支那人是一个德性，就是既自卑又狂妄，就是急切的想寻找这个自我认同感和他人的认同感啊。你作为一个人是不可能什么都在行，什么都专业，什么都懂的。那所以说要治理好一个国家也罢，公司也罢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去善用人才，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而不是把什么权利都独揽在自己的手中，要为各个行业甚至为联合国为世界指明方向啊。那包括此次这个美国川普政府对这个马杜罗的抓捕的行动，那中共政府和中共的分区呢也是非常的不满意，然后现在呢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高调的反对川普政府的行为，说这个是政治迫害，美国不遵守国际法，说这个一点都不按规矩办事。到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讲法律啦，讲规则了，讲国际法了，就是如此的双标，既要做婊子，还要立牌坊。当他们霸凌其他的小国的时候呢，就完全不讲国际法了。那我这边呢，还要顺便来补充两句，我上期影片当中所遗漏到的一个重要的重点，我忘了说啊，那就是呢，美国川普政府为什么要利用这个美国的联邦的法律去对马杜罗实施逮捕，而不是用这个联合国和这个国际刑事法庭？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因为美国它不是国际刑事法庭这个 ICC 的成员国，那因此呢，它是没有办法利用 ICC 去对这个马杜罗进行精准的抓捕和制裁的，它只有使用它美国的联邦的法去对他进行逮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所以说呢，那现在呢，中共方的这些粉区和中共政府呢，就抓住这个不放，说这个美国人也不讲武德啊，就是比拳头大。那一说他要比拳头大，那谁有这些独裁专制的国家的拳头大呢？他们就是出了名的霸凌啊。你看这个俄罗斯，这个中共国，他们对他国的霸凌都是有目共睹的啊。那美国它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国，出来制止毒枭独裁专制的政府，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需要一个强者，能真正的把这些坏人都制裁掉的强者，而不是像中共一样表面上事事都和稀泥，
背地里去和这些人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啊。那所以说呢，我个人是非常支持美国川普政府对这个马杜罗的抓捕的行动的啊。那其次就是呢，通过美国的这样的精准抓捕的行动呢，也可以很好的去杀鸡儆猴，震慑一下另外2个巨大的独裁政府的领导人，譬如说这个小学博士和他的这个额爹啊。那这些年呢，世界一直都不是很太平。那如果大家透过现象去看本质的话，都可以知道到底是谁导致的啊？就是这些独裁政权导致的，在里面和稀泥、制造纷乱啊。那所以说呢，当这一次马杜罗被捕之后呢，在中共国其实有少许清醒明白的中国人呢，是在高唱可惜不是你，这个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呀，然后就觉得很惋惜啊，为什么不是你呀，维尼熊？大家都盼着赶紧把这个小学博士也把他精准抓捕了啊。可是呢，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太单纯、太天真了，因为中共他这个政党和这个体制啊，不是小学博士这一个人的错，他顶多也只能算是一个倒车地和加速地而已啊。那真正的呢，其实还是他这个庞大的烂到根里面的体制。那就算现在美国川普政府也对小学博士实施了精准的抓捕我并不觉得中共国会从此走向民主自由，会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啊。那只是说你抓了一个小学博士，那很快又有另外2个、1000个、10000个、千万个继续的上台。因为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啊，中共就是得权得了枪杆子的中国人。如果说中国它不从这个历史和教育人文上面去入手进行换血和改变的话，那中共和中共国永远都是没有希望的。那在影片的最后呢，我还想来更正一下石平先生他在最开始的那个影片当中说这个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是2个不同的国家。那对他这个论点呢，我是赞成一半的啊。那因为台湾和中国确实是不同的2个国家，但是呢，如果你要去看历史讲这个正统性的话，按辈分、按年纪来说，台湾都应该是中共国他爹啊。那所以说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儿子要反过来去强调他对他爹的一个正统性，所以说非常的贻笑大方啊。OK， 好了，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